叶晨准备着手炼丹的时候，洪长青也回到了自己落脚的酒店。他像做贼一样，匆忙走进酒店大堂，快步钻进电梯，溜一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进房间，他便将房门反锁，并且挂上了防盗扣，随后还不放心，又搬起客厅的茶几，死死地将房门抵住。做完这一切，洪长青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卧室，将窗帘死死拉起，随后才将怀中揣着的散血救心丹取了出来。洪长青也会些肤浅的炼丹之术，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叶晨给自己的丹药看着便不是凡物，起码这丹药的色泽、香气都比自己炼过的丹药以及太真道祖上传下的续命丹强得多。激动不已的洪长青在将这丹药端详一番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放入口中。丹药刚放入口中，还没待他做出吞服的动作，便已经化作一团药力涌入腹中。洪长青心中惊呼着，师祖们一直说，好的丹药应该做到入口即化，只有入口即化的丹药才是最精纯的丹药。我以前还总是不信，现在看来，师祖们诚不欺我啊！刚感叹完，他便感觉一阵强大的药效自腹中腾然而起，巨大的能量仿佛巨浪来袭，让他立刻打起了12分的精神，全力应对。好在那能量虽然澎湃，但整体却非常温和，不似那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仿佛时刻要将人冲溃扯碎。洪长青身为8星武者，奇经8脉早已尽数打通，这些澎湃药力顺着8条经脉涌入丹田，在拓宽8条经脉的同时，让他原本停滞不前的修为立刻发生了质变。原本洪长青与明镜大圆满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肉身无法突破的保险库，他明知道这大圆满的境界就在这金库大门的后面，但他根本无法将这金库的大门打开。他就像一个处心积虑想要窃取金库财物的小偷，在金库外徘徊多年，尝试了几乎能尝试的所有办法，依旧没有任何进展。可是现在，当散血救心丹的药效抵达丹田的那一刻，整座金库那坚固无比的大门就立刻在自己的面前开始土崩瓦解。紧接着，洪长青感觉到整座金库的大门已然完全消失，而这金库中的巨大财富已然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再接着，他甚至感觉那金库仿佛已经与自己的丹田融合到了一起，而他守护了这么多年的那笔财富也完全给了自己。此刻的洪长青已经泪流满面，他知道此刻的自己已经顺利地完成突破，迈入了明镜大圆满的新境界。他感觉自己的实力相较之前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体内的真气更加澎湃，肢体的力量更加强大，而五官的感知能力也更加灵敏，整个人完全就是全方位的质的提升。而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一切竟然能如此简单。同时也是这一刻，他心里忽然意识到，叶晨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并非体现在力量上，而是一种巨大的对比反差。自己拼命这么多年都没能搞定的事情，别人随手一颗丹药就能解决。这就像愚公移山，愚公带着子孙如蚂蚁搬家一般拼命，也根本无法动摇太行与王屋的万分之一。但大力神夸俄氏的2个儿子，直接就能将2座山轻松搬走。自己与叶晨之间的差距，或许就像愚公与夸俄氏那2个儿子的差距一样，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在这一刻，他心中忽然无比庆幸自己留在叶晨身边效犬马之劳的决定。若不是这个决定，自己这辈子到死恐怕也无法窥探到明镜大圆满的奇妙感觉。与此同时，在香榭丽温泉别墅，叶晨已经准备好了能够炼制出20颗散血救心丹的药材，决定用1炉散血救心丹来为这药鼎开鼎。好在散血救心丹所需的药材都并不算稀有，所以当初秦刚给他准备了很多。叶晨之所以要用药鼎试着炼制散血救心丹，主要也是因为药材充足，如果炼制过程中出了什么纰漏也不心疼。正常情况下，
他炼制20颗散血救心丹，至少要使用20-30斤的各种药材，而他以前的炼丹方式是用灵气将这些药材包裹，以灵气淬炼其中的精华，再用灵气将这些药材精华凝炼成丹。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便药材有很多，但只要灵气充沛，都可以同时炼制。不过，眼下叶晨有些疑惑的是，这药鼎体积并不算大，容量看起来也就能装下2-3斤药材，如此一来，岂不是每次只能炼制1颗丹药？叶晨毕竟没用过药鼎炼丹，所以便决定先装少些药材尝试一下。随后，他将约莫3斤重的药材放入药鼎之中，随后便将灵气渡入药鼎，催动药鼎内的阵法运转。紧接着，他便感觉药鼎内的阵法开始高速旋转起来，而阵法一开始运转，这满满当当的药材便瞬间被阵法吸了进去，而阵法便如同一个黑洞，瞬间将这些药材吞噬得无影无踪。叶晨不禁大惊，没想到这阵法消耗药材竟然如此强悍，赶紧分出精力将更多的药材不断投入其中，药鼎便照单全收，将这些药材全部吞噬。眨眼间，20-30斤药材便全部被吞噬得一干二净，而阵法依旧在快速运转，没有半分要停下来的意思。叶晨也不敢懈怠，只能源源不断地向其中渡入灵气。叶晨眼看着药鼎吞噬灵气的阵仗，与林婉儿送给自己的那枚坑爹戒指有异曲同工之妙，心里不禁有些紧张，生怕这东西也跟那戒指似的，疯了一般榨取自己的灵气。阵法飞速旋转，而在这阵法的正中央，其中很快便有了一些小小的球形物体，正在不断凝结变大。好在这散血救心丹本就不是什么高品阶的丹药，炼制起来倒也不算困难，所以阵法的高速运转仅仅持续了1分钟，便缓缓停了下来。叶晨见阵法不再需要自己的灵气驱动，终于松了口气。虽说他刚才吸收灵气的速度很快，但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并没有耗费太多灵气。紧接着，这阵法便开始慢慢减速，叶晨能够感觉到阵法中央的那些球形物体现在已经与普通丹药的体积一般无二。当阵法停止运转的那一刻，其中的球形物体也终于显露真身。叶晨向着药鼎内部看去，里面躺着的竟是20颗泛着淡淡金色光泽的新品丹药。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